我们一直都被魔兽设计师骗了。众所周知，只有魔兽世界中庞大的地图数据才能支撑起宏大的故事剧情和世界观，而游戏里的实际地图布局究竟是什么样，和我们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有什么区别？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下魔兽世界游戏中的地图设计是多么奇妙。很多小伙伴都认为艾泽拉斯是一个球体，因为在阿古斯可以完整看到艾泽拉斯星球的全貌，而这个旋转的球体其实只是个贴图，真正的游戏实景是一块块平面组成，而且许多大陆互不相连。我们就拿经典就是版本举例，在这个版本只有2块大陆，玩家只能通过飞艇和轮船形式进行传送，加在地图后才能往返于2块大陆之间。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就不信邪，偏要从海里游过去，但全部都以失败告终。在地图数据库里，东部王国和卡利姆多的地图是完全独立分开的，玩家除了传送加在新地图是没有任何办法突破限制设定。到了燃烧的远征版本，地图上增加了新的星球外域，在泽拉斯的东部王国增加了幽魂之地、永歌森林和奎尔丹纳斯岛，而卡利姆多增加了密兰岛和蜜穴岛。巧妙的事情发生了，事实上卡利姆多和东部王国的地图都没变过，新增的那些板块都是和外域同属一张地图，只是相距比较远。在之前的视频中专门进行了探索，从外域飞到了血精灵和德莱尼主城。这次我们来看平面图，更直观地感受一下真实布局。巫妖王版本中的诺森德也不和任何一块大陆相连，曾经那些在国服 3.13 版本从东部王国或者卡利姆多游到诺森德的谣言基本都是假的，这3块大陆根本不在一个空间。随着版本的迭代更新，地图副本数据增加，原本只有2块大陆的艾泽拉斯现在被塞得密密麻麻，而且还有许多废弃方案也在里面没有删除，这就是我们的客户端越来越大的原因。在之后的视频中，探长将带大家来寻找那些被设计师隐藏在客户端中的废弃地图，敬请期待哦。藏宝海湾的雕像最初的设计并不是地精，而是一个人类，应该没人知道吧？来往卡利姆多和东部王国的船舶停靠方向也不是现在的样子，两边本来都有炮台。公测后，船的停靠方向变了，一边的炮台也删除了。这里的风景还真不错。塔纳利斯加基森原本的设计简单得多，只有简简单单几座房屋，勉强做到基础物资保障，修修装备，买点食物。记得塔纳利斯荒漠中的脚印吗？每一条脚印镜头都透露了每位冒险者的心路历程和结局。公测后，因为加基森的重建，脚印的路线也发生了改变。改变后的脚印和最初设计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失去了一部分原本想表达的信息。最初设计的时光之穴入口比现在的更加宏伟，公测后显得很小气，但是多了一分神秘。而洞穴里面的时光沙漏也没有实体，已成透明状态。这是改版后的时光沙漏，小伙伴们更喜欢哪一款呢？想了解更多初代魔兽，可以关注探长。盘点魔兽世界的惊悚设计，你都知道哪些？在旧版本魔兽世界的黑海岸有一具巨大的无面者尸骸，这名无面者名叫索苟斯，曾是古神强大的手下，后被泰坦手下的10巨人所击杀。而在尸骸的下方有一个简易的祭台，在祭台两侧各有一本诡异的书籍，当玩家走进书籍，书中就会出现一只巨手将玩家击倒。在银松森林有一个诡异的村落，名叫坟墓村。白天的时候，村子里一片祥和，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一到了晚上，全村的人类都会变成狼人，而且都是精英，会攻击附近的一切生灵。小伙伴们千万要注意。众所周知，在新版本通灵学院里，墙上的画都是很诡异的，画中人像的眼睛被一直盯着看画的人。其实，类似诡异的设定不止一处。在新版本达拉然的一所屋子中，挂着满满一墙人像。其中的一个女性侏儒与众不同，她有时会做鬼脸，有时变邪恶，有时会消失，甚至还会打瞌睡。在幽暗城的上方，洛丹伦废墟的中心，还保存着大孝子阿尔萨斯弑父时的对话。只要你把背景音乐关掉，把环境音开到最大，就能听到。魔兽世界中究竟藏了多少影视彩蛋？彩蛋一：忍者神龟。早在旧版本达拉然的下水道中就隐藏了一个小彩蛋，一只小老鼠和4只小乌龟，旁边还有各种化学药剂，这其实就是8090后熟知的忍者神龟彩蛋。彩蛋二：泰坦尼克号。在至高岭南方的海域中有一艘沉船，在沉船的残骸里有一个保险柜，边上散落着一串项链，而这串项链就是泰坦尼克号女主露丝所佩戴的海洋之心。彩蛋三：小熊维尼。在争霸艾泽拉斯版本中的斯托颂谷地有一个小营地，而这个小营地其实就是小熊维尼和他的小伙伴的。彩蛋四：飞屋环游记。在潘达利亚香格里拉村附近的山峰上有一座特殊的房屋，而这座房屋其实是飞屋环游记的彩蛋。彩蛋五：电影《指环王》。在德拉诺之王版本的影业谷地图中有一个神秘的山洞，山洞最深处有一个名为咕噜姆的稀有精英，这个稀有精英其实就是模仿《指环王》中的咕噜。击杀这个稀有精英也会掉落一个戒指，名为珍贵的血体指环。而魔兽世界早在以前出过至尊1阶至5阶的装备，这些装备均出自电影《指环王》。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影视彩蛋吗？什么？外域居然和艾泽拉斯连在一起？魔兽世界的地图板块究竟是球体还是平面？大家还是有争议的。根据小说描述，艾泽拉斯和其他星球当然是球体，可游戏中模型建设并非如此。有小伙伴提出，外域和艾泽拉斯其实是同一个平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今天探长就带大家一探究竟。我们从虚空风暴地图最东边出发，一直向东飞行，看看能不能飞到艾泽拉斯。那我们开始吧。飞出去没多远，就无法继续飞行了，需使用无限闪现的位移方式进行前进。我们穿过第一面空气墙后，就进入了一片虚无地带。我们现在离最边缘还有一半距离。还剩下1/3了。在这里若隐若现能看到模型的出现。浮现的模型是艾泽拉斯的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到这里已经非常明显的能看到大陆板块了，外域的地图也到达了最边缘。那我们就登陆上去看看这里究竟是哪里。
穿过这面空气墙后，我们果不其然地到达了艾泽拉斯的东部王国。根据地图的位置显示，探长所在的位置应该是西温邑，但是这里再怎么看也不是西温邑啊。看样子，这里并非我们平时熟悉的东部王国。往前看看还有什么？原来这里是幽魂之地呀！这个地图可以通向银月城和奎尔丹纳斯岛。得出结论，外域和银月城其实在同一个平面，银月城又是属于艾泽拉斯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笼统的代表外域和艾泽拉斯是相连的。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下期视频继续深入研究下大灾变前的艾泽拉斯，包括幽魂之地和东瘟疫之间的关联。